说一遍。我说我非沈浩不嫁，你要是不同意，你就怎样？我就跟他私奔。顾清婉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清婉，你先别哭。妈，你帮我说句话，你最疼我了。清婉，妈妈不是要反对你，但你知道沈浩老家在哪儿吗？我知道，在象山。象山，从咱们家开车到象山，全程高速也要2天1夜，你知道这是多远吗？不就是2000公里，是3700公里，飞机4个半小时，火车33个小时。清婉，这不是嫁到隔壁城市，这是横跨大半个中国。我可以坐飞机。你嫁过去了，婆婆让你端洗脚水，你也坐飞机跑；你跟丈夫吵架了，你也坐飞机回娘家。清婉，远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现在觉得有飞机有高铁，天涯海角都不算远，等你真受了委屈，你就会知道，这3700公里，每1公里都是一道坎。我不会受委屈的，沈浩他会对我好。他对你好，你给我看清楚，这就是你说的对你好。那是秦雪，是他发小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跟兄妹一样。兄妹？你见过哪个哥哥半夜3点去妹妹家的？你见过哪个妹妹穿吊带给哥哥擦汗的？顾清婉，你已经长头顶上了吗？那都是您派人偷拍的，角度问题。沈浩跟我解释过了，秦雪就是性格大大咧咧。性格大大咧咧？好，就算秦雪没问题，那他妈呢？你见过他妈吗？见过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妈在村里出了名的泼辣？你知不知道他妈放话说儿子要娶城里媳妇，以后全靠媳妇养家？还说你嫁过去得孝顺公婆，得伺候他家那个半身不遂的老太爷。那都是客气话。客气话？那个姓顾的丫头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吗？我跟你说阿浩，等结了婚你得把住钱，不能让她乱花。他爹的钱以后都是你的，你得学会哄。还有你妹妹小雪，你得多照顾着点。那丫头对你死心塌地的，你别辜负了她。上周我托人去他们家提亲，他妈以为我是媒人，喝了酒什么都说。清婉，妈妈知道你觉得沈浩老实善良，可是婚姻不是2个人的事儿，是2个家的事儿。你嫁过去，面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他妈、他发小，他那一大家子亲戚，这些人哪个是省油的灯？可是他说他爱我。他妈的原话，那丫头会投胎，投了个好爹，不然谁要她？你管这叫爱？那不是沈浩说的，是他妈说的。可是他说他爱我。他妈的原话，那丫头会投胎，投了个好爹，不然谁要她？你管这叫爱？那不是沈浩说的，是他妈说的。他反驳了吗？他还是默认了。顾清婉，我养你24年，不是为了让你去给别人当牛做马的。清婉，你看这个，照片上是沈浩的老家，院子里养着鸡鸭，地上到处是鸡屎，厨房是烧柴火土灶，厕所是旱厕。妈派人去看了，那个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。我能适应，你适应不了的。你从小锦衣玉食，连地都没拖过，你嫁过去要伺候一大家子，你觉得你行吗？我可以学。你在家24年没学会的事，嫁过去就能学会？顾清婉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过2年你清醒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你们就是看不起他，就是嫌他穷。穷怎么了？穷就不能娶我吗？我外公当年不也是穷小子吗？您当年娶我妈的时候不也是白手起家吗？凭什么到了沈浩就不行？因为他不是我，我能让你妈过上好日子，他不能。我能护住自己的女人，他护不住。顾清婉，你告诉我沈浩他有什么？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担当没担当，要人品。你闭嘴！顾清婉，你告诉我沈浩他有什么？要本事没本事，要担当没担当，要人品。你闭嘴！你为了一个男人，让你爸闭嘴。都别吵了，清婉，你爸不是什么嫌贫爱富的人。陆家那小子你知道吧？陆景琛，他爸当年也是白手起家，跟咱们家门当户对都没有。但你爸从来不反对他追你，因为那孩子有骨气有本事。可这个沈浩，妈见过他一次，那次他来家里吃饭，从头到尾头都没抬起来过，不是那种腼腆的低头，是那种心虚的低头。他不敢看人，总往角落里躲。清婉，一个男人连正眼看未来岳父的胆量都没有，你觉得他以后能扛起一个家吗？他只是紧张，紧张和心虚是2码事。清婉，你从小聪明，这些你不会看不出来，你只是不想看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妈说等你出嫁那天给你带上，寓意风无9天找个好人家。我答应你妈了，所以今天这个恶人我做定了。老公，你走吧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顾远山的女儿。你走吧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顾远山的女儿。
别叫我爸，你去找你的穷男人。清婉，妈妈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您问。那个秦雪，你觉得他真的只是发小吗？我爸，他不同意是吧？咱们直接领证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人过来就行，其他的不用带。我已经跟我妈说好了，到时候就在老家办婚礼。虽然简陋点，但我保证让你风风光光的。沈浩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啊，不爱你我折腾这些干嘛？好，我来找你。新娘子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坐后面那辆车。什么？小雪她晕车，坐后排会吐，她必须坐前面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坐后车吧。沈浩，今天是我们结婚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？所以婚车头排是新娘子坐的。沈浩，今天是我们结婚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？所以婚车头排是新娘子坐的。哎呀，什么新娘子不新娘子的，就是个形式嘛。她从小身体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坐后排她会吐，吐一车怎么办？你就当照顾她一下。我照顾她。沈浩，今天是我结婚，你让新娘坐后车，发小坐头车。你小声点行不行？不就是个座位吗？后面那车不也到酒店，又不会把你丢了。他为什么不坐后面？他晕车，我说了，晕车可以提前吃药，可以开窗户，可以有无数种办法。浩哥，算了算了，我坐后面吧。嫂子不高兴了，我吐就吐吧，没事的，回去躺2天就好。不行，你那个体质我知道，上次坐大巴吐了2天没下床。顾清婉，你坐后车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沈浩，我就问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你心里到底谁是新娘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非要在这儿跟我闹是吧？小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她就跟我亲妹妹一样，你非要跟她争这个有意思吗？行，让她坐。小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她就跟我亲妹妹一样，你非要跟她争这个有意思吗？行，让她坐。谢谢浩哥，浩哥最好了。上来吧，别磨蹭。哎呀，小雪今天真漂亮，这裙子新买的吧？比新娘子还好看呢。耗子就是会疼人，从小就知道护着你。你站这干嘛？还不进去招呼客人？你是新娘子，得挨桌敬酒，知不知道？别在这杵着跟个木头似的。新娘子怎么坐后面那辆车啊？哎呀，小雪晕车嘛，让她坐前面怎么了？清婉懂事不争这个。那你就不要管我了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但她是我老婆了，我不能。那你就不要管我了。小雪，你别这样。几点了还不起？谁家媳妇睡到天光大亮，还磨蹭什么呢？出来！去把鸡毛宰了。妈，早饭。早饭？你还好意思说早饭？谁家早饭人要人伺候？米在缸里，菜在地里，你自己不会做？我是你婆婆，不是你妈，更不是你保姆。妈，燃气灶呢？烧柴，连火都不会烧。城里来的就是娇气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天不亮就起来做全家人的饭，什么不会？城里来的就是娇气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天不亮就起来做全家人的饭，什么不会？看看，连个火都点不着。耗子娶你回来是当祖宗供着的。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顾清婉，嫁到我们沈家就得守我们沈家的规矩。清早6点起来做早饭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昨天我不说，今天你还能不知道？就这，连个鸡蛋都没有。耗子天天上班那么辛苦，你就给他吃这个？我不知道鸡蛋在哪。鸡蛋在鸡窝里，鸡窝在院子后头。你不知道？你是没长眼还是没长腿？你昨天嫁进来的，今天就偷懒。我儿子1个月挣8000养你，你就拿稀饭咸菜糊弄他。行了妈，大清早的别吵了，你自己不会做饭啊？随便吃点得了。你也坐下吃。他吃什么吃？连个鸡蛋都不做，饿着。明天你早点起，给全家做个早饭，又累不着你。你来之前不是说会学吗？
回娘家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。过年回娘家不吉利，你嫁到我们沈家就得在婆家过年，懂不懂规矩？可是没有可是，耗子，你说句话呀！过年嘛，在哪儿过不一样？你非得回去干嘛？票又贵，路又远，一来一回好几千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家什么情况。我有钱，你的钱，你那点工资还不够你自己花的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明年再回去吧。明年复明年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到医院了。好，我在医院。医院？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医生说要卧床保胎。哦，保胎啊，没事儿，那就回家躺着呗。我今晚加班，晚点回去。你自己能回去吗？要不让小雪去接你。沈浩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？今晚不行，公司有个项目要赶。好好养着，没事，已经没事了，你别担心，不用过来看他。私房钱，私房钱，那是我做产检的。产检？我生浩的时候一次产检没做过，不照样生了个大胖小子？产检就是医院骗钱的，正好小雪弟弟要结婚，缺个份子钱，这是我自己挣的。你挣的？你一个月在商场卖衣服挣几个钱？你在我们沈家吃喝拉拉不要钱。他什么时候补贴过我？我每个月工资全交家用，他还补贴我。那你不是住我们家的房子，不是吃我们家的饭？我每天做饭洗衣服，那是你应该的。谁家媳妇儿不干活？怎么了又？肚子疼？怎么回事？嫂子是不是又流产了？浩哥，你赶紧送医院吧。现在我刚回来。那你别去了，我骑电动车送嫂子去吧。你一个人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嫂子又不沉。那行，辛苦你了，小雪，我去做饭。嫂子，你别怪浩哥，他这个人就是粗心，想得少。其实他挺在乎你的，他就是嘴笨，他真的。他要是在乎，现在骑车的人就不会是你了。不下蛋的母鸡，白养了3年。生日快乐，嫂子，你太能干了，又会做饭又会省钱。浩哥娶了你真是好福气。好福气什么啊？3年了，肚子没个动静。小雪，你倒是该找对象了，别老单着。哎呀，周姨，我不急，我有浩哥照顾我呢。你浩哥能照顾你一辈子。浩哥，帮我一下，这个塑料刀不好切。哎呀，笨死了你！嫂子，有茶吗？凉的，我给你热。算了，嫂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上次那对珍珠耳环能不能借我戴戴？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知道，就借一下嘛。我下周有个同学聚会，我保证不弄坏。你上次也说借，借了2个月没还。浩哥，嫂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一对耳环而已，你让他戴戴怎么了？又不是不还。他上次借我的项链，链子断了才还的。那是不小心的。小雪不是那种人，你连对耳环都不舍得借，是不是太小气了？小气？我妈的遗物我不想借，这叫小气。嫂子，我真的就是借一下，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不用这么大声。浩哥，算了算了，嫂子不愿意我不借了。你够了。沈浩，这3年你有没有一次，哪怕一次站在我这边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你又要干嘛？离婚。小气，我妈的遗物我不想借，这叫小气。嫂子，我真的就是借一下，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不用这么大声。浩哥，算了算了，嫂子不愿意我不借了。你够了。沈浩，这3年你有没有一次，哪怕一次站在我这边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你又要干嘛？离婚。你疯了吗？秦雪，嫂子，不用叫嫂子了。这对珍珠耳环你戴不了，因为你不配。清婉，爸，我想回家了。你在哪儿？爸去接你。爸，回家。万一她将来嫁得不好，我要给她留一条后路。醒了啊，快来吃早饭，妈给你煎了你爱吃的太阳蛋，溏心的。愣着干嘛？坐下吃啊！这3年你早上都吃什么？稀饭，还有呢，咸菜，多吃点儿。今天中午妈给你做红烧排骨，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爸，
您的报纸拿反了。我看背。行了，别装了。今天有什么打算？想去买几件衣服，我带回来的那些。买，多买点。爸，我自己有钱。你的钱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老子给闺女买衣服，天经地义。谢谢爸。别废话，吃饭。你昨天换下来的内衣妈看了，钢圈都戳出来了，还在穿，穿了多久了？走，把你们家最舒服的款拿出来，它的尺码。妈，太贵了。贵？清婉，你以前的内衣都是定制的，你告诉妈，这3年你到底过的什么日子？就那样。就那样是哪样？跟妈说。刚嫁过去的时候，我水土不服拉肚子，拉了1个月。他妈说我是装的，让我多干活就好了。沈浩呢？他说他妈说的有道理。后来我在超市收银，1个月2800，他妈让我交3000生活费。他说不够的先记账，以后慢慢还。什么？我每个月工资全交了，不够的就省。早上不吃，中午吃馒头，晚上等他们吃完了，我再吃剩的。还有呢？还有一次我发烧39度5，沈浩说吃点药就好了，然后他送秦雪去看电影了，说答应了不能爽约。那个秦雪不知道你发烧？知道。嫂子你多喝热水。他说嫂子你多喝热水。妈，没事，试衣服吧，今天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妈陪你。喜欢这件，进去试试。妈，要不进去。好看，我女儿就是好看，就是太瘦了，回去妈给你好好补补。妈，要不就这件，这件还有刚才试的那几件都包起来。妈，你干嘛？发朋友圈，我女儿回来了。对了，你那个手机号换了吧？哦，好。你是谁？换号了。你是谁？换号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信号？你猜？陆景琛，从我15岁开始，你到底在我身上安了多少东西？你猜？上车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妈给我发微信说家里没饭，所以你就来了？我订了位子。我妈是不是每天都跟你说家里没饭？上车。不用看那个。今晚我请。你每次都请。对，以后也是。你负责点菜，我负责买单。陆景琛，你这3年有没有？没有女朋友。陆景琛，你这3年有没有？没有女朋友，没有相亲，没有结婚，工作很忙，没空。我还没问。你问什么答案都是没有。我不是想问这个。那你问什么？顾清婉，你不用觉得欠我什么。尽托的事，谢谢你。不是为了让你谢我。你15岁那年暑假，你外公找我谈话，他说小陆，我外孙女看着聪明，其实傻得很，万一将来她被人欺负了，你得帮她。我答应了，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。3年没吃过这个了，在沈家，他妈说我不会做饭，炒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。我说我在家没做过饭，他说那你现在学。我学了3年。他会夸我做的饭好吃，但每次吃完了都要加一句，就是太费油。有一次我给自己买了块巧克力，3块钱，他看见了，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还吃零食，不知道省钱。然后他把剩下的巧克力给了秦雪，说小雪上班辛苦，吃块糖补补。后来我就不买了。以后想吃什么就吃，巧克力、鹅肝、太阳蛋，你喜欢的都行。
你说的。我说的。等一下。什么？巧克力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？你15岁那年暑假，每天放学都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巧克力。你最喜欢的是那个瑞士牌子的榛子味，其次是比利时的黑巧。日本的你觉得太甜，但草莓味的你会多吃2颗。我都记得。回去吧，晚安。景琛送你回来的。哎呦，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牌子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我15岁那年，15岁就记住了。好，不说了，老顾，你闺女被人惦记了15年。妈，陆景琛那小子眼光还行，这个比那个强。15岁那年暑假，陆景琛刚从美国回来，来我家吃饭，坐在餐桌对面，从头到尾没跟他说超过3句话，觉得这个哥哥好高冷。巧克力好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吃？猜的。很甜。那就好，晚安。晚安。顾清婉，你出来！妈，我来。清婉，我来。手机为什么打不通？你什么意思？说走就走，3天的婚姻说离就离。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是不是那个开宾利的男人？我问过小雪了，她说你走那天晚上有个男人来接你。所以你是为这个来的？你来问我是不是有人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在我家过得好好的，突然就跑回娘家，转头就有男人来接你，你让我怎么想？过得好好的，沈浩，你管那叫过得好好的？怎么不好了？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我妈还天天给你做饭吃。你妈给我做饭？这3年哪一天不是我5点半起来给你们全家做饭？那是你自愿的。对，我自愿的。现在我不自愿了，行吗？不行，咱们是合法夫妻。那就离婚，协议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，你签字就行。我不签。清婉，我知道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跟我回去，我改，我全都改。你怎么改？你能让你妈搬出去住吗？你能跟秦雪断绝往来吗？你能让你妈搬出去住吗？你能跟秦雪断绝往来吗？小雪又怎么惹你了？你看，你连这2个问题都回答不了。顾清婉，你别太过分，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不能断绝往来？因为她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你妹妹可以在婚礼当天坐头车，你妹妹可以半夜3点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接，你妹妹可以每年生日你陪她过，而我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。你妹妹，沈浩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回去吧。3700公里，你开了多久？16个小时。16个小时？那你回去再开16个小时吧。等一下，清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后悔嫁给我了？是，我后悔了。从婚礼那天你不让我坐头车开始我就后悔了，从你妈骂我你不会听我说一句话开始我就后悔了，从我流产你不在身边这时我就后悔了，从每一个我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一个不在乎我的人开始。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我以为那是爱情，后来我发现你给谁都系鞋带。我以为那是爱情，后来我发现你给谁都系鞋带。沈浩，你看看这里，这才是我本来的生活。我为了你放弃了这一切，跑到你那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老家伺候你全家3年。你给了我什么？你给了我一辆面包车的后座，在婚礼那天。那个是因为小雪晕。她晕车，她身体不好，她没爹没妈，她可怜，那我的可怜呢？你有没有一次，哪怕一次想过我也会委屈？我错了，清婉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跟我回去以后，你坐头车，你想坐哪儿坐哪儿。晚了，沈浩，你回去吧。离婚协议这周会寄到你单位。我不离。法庭见。那我们就法庭见。你就是沈浩。爸，我求你。3年前我女儿跪在我面前求我同意她嫁给你，我不同意。非她不嫁。她摔碎了他妈留给她的玉佩，说非你不嫁。结果呢，你不让她坐婚车，你让她伺候你去。先生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今天只跟你说一句话。嫁给你的时候是金枝玉叶，你把她当成什么了？她为你嫁给你的时候是金枝玉叶，你把她当成什么了？她为你流的每一滴眼泪，我都会让你还回来。从今天起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沈浩，
那对珍珠耳环还给我，在千雪那儿。我知道，3天之内寄回来。还行。什么还行？没给她留脸，这才是我顾允山的女儿。对了，那个陆景琛，爸，他说什么时候过来吃饭？爸，哎，行行行，比那个强多了。还给你，破东西，谁稀罕？妈，珍珠耳环拿回来了，改天让景琛陪你去重新镶一下，他会挑。听说你要重新镶耳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妈发的朋友圈。她发什么了？女儿拿回了属于她的东西，感谢某人帮忙，然后艾特了我。我不知道。那个某人是我吗？是。那我陪你去。我还没答应。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，穿那条蓝裙子。那时候觉得这个大小姐真傻，傻得可爱。现在才知道，不是她傻，她放走了一个为了她连家都不要的女人。耗子，你到哪儿了？那女人是不是不肯回来？我就知道那个白眼狼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城里女人靠不住。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肯定是有野男人了，不然怎么走得这么干脆？妈，他爸好像很有钱。多有钱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比我们想的要有钱，很多很多。耗子说他不回来，浩哥都亲自去接了。去了没用，他爸把耗子赶出来了。他爸不是跟他断绝关系了吗？谁知道呢？耗子说他爸看起来特别有钱，住的别墅比咱整个村都值钱。你说这女人也真能装，装了3年的穷酸样，谁知道家里这么有钱？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耗子说他要离婚，当初是他上赶着嫁过来的，现在又要离婚，当我们沈家是什么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周姨，嫂子是不是生我的气才走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她自己大小姐脾气。可是那天我生日，我就借了一下耳环，就发那么大火。要是我那天不来就好了。傻孩子怎么能怪你？你就是来吃顿饭，这是他的问题的。你浩哥心里有数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那个女人就不是过日子的。公主，您别瞎说。浩哥现在心情不好，这些事以后再说吧。我瞎说什么了？你从小跟耗子一起长大。爸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顾氏集团，你爸的意思，反正你现在闲着，不如去公司看看。3年了，集团变化不小，你总得接手一些事情。妈，我学的专业跟家里生意不太对口。谁指望你专业对口了？顾氏的业务又不需要你从基层干起，你是去看看，熟悉一下，以后这家业早晚是你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去。顾小姐，真的是你！张叔，你爸说你回来了，我还不敢相信。青婉，你这3年跑哪儿去了？你爸在体层，走，张叔带你上去。张叔，对不起。来了。爸，要不您先忙。不忙，走，带你看看。这个你还摆着？你妈放的，我没让她拿下来。3年前摔碎的那个，我找人修了，没修好，就重新做了一枚。妹妹碎的，还在家里。谢谢爸。对了，你这几天不用管别的，先把信托的事理清楚。你外公留了律师，你去见一下，然后去买辆车。你以前那辆还在车库，3年没开了，款式太溜。好。还有，你妈的生日快到了，今年你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。
顾小姐，鄙人姓周，周明德，您外公生前的私人律师，也是本所的高级合伙人。信托的事儿，请坐。这是您外公为您设立的信托基金合同，核心条款自您年满22周岁起，每月向您支付20万元人民币，支付期限为终身。为什么是22岁？这是您外公的意思。他说22岁差不多大学毕业了，该自己支配生活费了。可是我22岁的时候，您22岁的时候已经结婚了，所以臭离人方面按照条款约定暂缓了支付。直到近期我们完成了必要的尽职调查，确认了您目前的婚姻状况及居住状态符合合同约定的提取条件，这才与您联系。很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。这个信托是什么时候设立的？您5岁那年，最初设立的时候金额不大，后来您外公在遗嘱里追加了条款和注资。这份合同还有另一位监管人，您看一下第2页。陆景琛。当初陆先生找到我说他受您外祖父生前委托，要协助监管这份信托。坦白说，这是我从业40年见过的最年轻的信托监管人。一个18岁的少年跟我谈了2个小时的信托法条款，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。他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：当您的婚姻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，信托启动条件自动触发。自动触发。顾小姐，您的家人都很爱您。喂，谈完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周律师是我的老朋友，他说你今天下午去签字了，恭喜你，正式成为月入20万的小富婆。你别说这个词。什么词？富婆。好，不说。晚上有空吗？不，今天你请我，你刚刚月入20万，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？你身价2000亿，让我请你吃饭？那不一样，你请的是心意。心意。好，我请你。你说地方。顾家的厨师，你做的。你要来我家吃饭？你妈半小时前给我发了微信，说今天炖了佛跳墙，问我过不过去。我说好，所以你请客，你妈做饭，我负责吃，各司其职。景琛，你这几年一直单着，妈，我就问问嘛，再忙也得考虑个人问题啊。你今年快30了吧？阿姨，我28。对，28正是好年纪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是吗？谁家的姑娘啊？您认识的，就是您旁边坐着的那位。我吃饱了，坐下。景琛又没说要你现在就嫁给他，你都20好几的人了，还害羞什么？妈，行，不说了，多吃点糖来，阿姨天天给你做。谢谢阿姨。你今天为什么要当着我爸妈的面说那个？你说你有喜欢的人。我说的是事实。你15岁的时候我不敢说，怕你太小。你20岁的时候我不想说，因为你眼里装的是别人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刚离婚。我知道。我还没准备好。你不知道这3年我经历了什么。顾清婉，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，你在象山过的每一天我都知道。你流产的时候我在瑞士开会，秘书跟我说你进了医院，我买最近的航班飞了12个小时，落地的时候你已经没事了，所以我可以等。等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。你发烧39度5那次，天恒的周律师刚好去象山做尽职调查，回来跟我说你瘦得脱了相。你被婆婆骂的时候我在北京签合同，你被发小抢婚车座位的时候我在上海路演，你在3700公里里过的每一个坏日子我都知道。但我不能去，因为你那时候还不是自由的，现在你是了，所以我不会再等了。你真的等了我这么多年？没有，只是顺便，工作很忙，没空找别人。我可以试试。试着什么？试着跟你。不用试，我追你，从明天开始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是铺垫。对了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。干嘛啊？去重新镶那对珍珠耳环。喂，浩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你都去了3天了，他不肯见你。他搬走了。那你回来吧，周姨天天念叨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雪，我是不是对青婉很不好？浩哥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每个月给他生活费，给他地方住，是他自己不知足，他嫌你穷，不然他干嘛一回去就不理你了？他爸很有钱吗？他就是嫌贫爱富。他以前不知道他爸会原谅他，现在知道了立马就变脸了。这种人你还念着他干嘛？浩哥，你回来吧，我陪你。沈浩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青婉，我在你家门口，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就见一面。你走吧。我不走，除非你下来。沈浩，你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喂，顾小姐，门口有个男的说是您前夫。不是前夫，还没离，让他走吧。他不走，在这站了一早上了，刚才还跟一辆黑色宾利吵起来了。什么？他39.5那天，你陪谁看电影去了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当我录了？你是不是他外面找的男人？是不是你怂恿他离婚的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他还在我家的时候就跟你勾搭上了，是不是？第一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你是谁；第二，他跟你离婚不用任何人怂恿，他自己有脑子；第三，把你的车挪开，你不挪，我就叫拖车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拦的是公用车道，你在这里堵了3天，每1分钟都在违法。我现在打电话，3分钟之内拖车就会到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几个臭钱就能抢别人老婆？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走？她嫁给你3年，你让她住漏风的房子，冬天没热水，夏天没空调。你妈让她天不亮起来做饭，她流产2次，你没陪过1次。她发烧，你让她多喝热水，你发小发烧半夜开车送她去医院。她39.5那天，你陪谁看电影去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有人替她记着。喂，拖车公司吗？有一辆捷达违章停车，陈牌号。等等！你刚才说39.5那天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回家那天晚上说梦话，阿姨半夜听到，哭着给我打了2个小时电话。凌晨？对，凌晨3点到5点，所以你欠我2个小时的睡眠。今天早饭你请。说实话，修复的成本比买新的还高，我建议重新买一对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他妈妈的遗物。可以修复，不过只能尽量，有几道深痕是去不掉的，时间会久一点。多久？工艺比较复杂，要送到工坊去，大概2周。5天。5天。加急费用多少？你开。我让工坊那边加急，5天之内给您。
你刚才又用黑卡吓唬人了？不是吓唬，是合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。那对珍珠对你很重要，能用钱换，为什么不做？你们不知道，那个野男人还打上门来了，开着一辆黑车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周婶儿，他家到底干嘛的？我听说他做了3年的饭呢。做个饭怎么了？谁家媳妇儿不做饭？他1个月挣3500，还不如我家儿媳妇在电子厂挣得多。就这还挑3拣4，他要走就走呗，谁稀罕？周姨，您喝口水，说了半天了，别上火。周姐，小雪跟你家耗子是兄妹还是？什么兄妹？又没有血缘关系。以前耗子眼瞎，现在离了婚，小雪又没嫁，我看是天意。周姨，您别说了。浩哥，你1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给你下了碗面。他说我给谁都系鞋带。你给谁都系鞋带？浩哥，你别这样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他来之前是我照顾你，他走了我照样照顾你。我不会跑，我一辈子不跑。你早点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怎么样，耗子吃东西了吗？吃了，周姨。浩哥他心情不好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还是小雪懂事，等耗子跟他离了婚，周姨给你做主。那对珍珠耳环，你配吗？这才是过日子的女人，比那个谁强100倍。还想什么了吗？我跟你张姨说好了，过2天带小雪去镇上相亲。妈什么妈？张姨介绍的是镇上开超市的，家里条件不错。周姨，我不急。你都26了，再不找就晚了。我还想再陪浩哥一段时间。小雪，你放心，耗子一离婚，你俩的事儿我就张罗上。周姨，我怕浩哥不愿意。他敢！我养的儿子我能不知道？他从小听我的。那个顾清婉是自己贴上来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现在人走了，你还等什么？秦雪女士，你好，我是顾清婉小姐的代理律师，经在你持有并私自佩戴顾小姐王母遗物。小雪怎么了？没事，垃圾短信。浩哥，在忙吗？还好，怎么了？你今晚有空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当面说吧。你看这张，你8岁那年暑假，景琛他爸带他来咱家玩，你非让他给你当马渠，他不肯你就哭了，然后他就给你当了。还有这张，你12岁生日，景琛送了你一个音乐盒，你不小心摔坏，哭了一整晚。第2天他带着螺丝刀来咱家，装了一整个上午呢。妈怎么什么照片都有？废话，我是你妈。清婉，那3年妈妈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是瘦了还是胖了，头发是长了还是短了。过年你爸会在桌上多摆1副碗筷，摆完之后就一个人坐在书房里。妈，回来就好。那3年忘了他，妈替你记着就行。忘了什么？说你当年不让景琛进门，现在天天问他什么时候来吃饭。我什么时候？昨天你喝了2杯酒，拉着景琛的手。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妈，还有谁来？景琛啊，他说今天加班晚点来，说不定你刚问完他就到了。
路过花店。你公司到花店不顺路，那就不是路过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像吗？像谁？没谁。这个表情顾青言以前经常露出，在沈浩不看他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我尽快。浩哥怎么了？今晚的律师来电话催离婚手续，还有珍珠耳环，说你弄坏了要赔偿。我没有弄坏，浩哥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是不是就是想让你去求他？他就是不甘心你这3年对我好，所以他要报复。浩哥，你再去找他。我去过了，他不回来。你去当面跟他道歉，跪下来求他。他心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跪下来？他就是想让你低头，你把面子放下，他气就消了。他家地址我有，这次去别空手回来。你干嘛非跟着去？我不放心你，你上次一个人开车差点出事，而且我是女的，有些话你们男人说不清楚。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着顾清婉拒绝沈浩，亲眼看着顾清言把最后一点情分斩断，这样沈浩就彻底死心了。而我秦雪要在现场当一个无辜的、善良的、劝和的妹妹。顾清婉越凶，就越显得我懂事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。别紧张，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顾小姐，门口那个人又来了，这次还带了个女的。让他们等着。青婉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嫂子，您别生浩哥的气了，您就跟他回去吧。您要是因为我生气，我给您道歉，您回来好不好？说完了，说完了就上车回你们象山去。青婉，你听我说，离婚协议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我没签。那就签。秦雪，珍珠耳环的钱准备好了吗？我没有弄坏，我就是正常戴。这几道划痕是金属硬物刮的，耳钩是被用力拉扯变形的。你觉得哪一种是正常佩戴能造成的？你带了我妈遗物3年，现在律师谈赔偿，你说不是你弄坏的，那是鬼弄的。你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吗？浩哥对你那么好，他对你才好吧？每次选择的时候他都选了你，你当然觉得他好。青婉，沈浩，我没有话跟你说了，你要说的我都知道。这些话3年前说我会感动的哭，现在说我只觉得烦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你告诉我。说完了。顾青婉，你是不是从来没爱过我？我为了你跟全家断绝关系，我妈留给我的玉佩被我爸砸碎，我跪在地上捡。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伺候你妈，我流了2次产，你1次都不在。你现在问我爱没爱过你？爱过，正因为爱过才更后悔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不就是嫌浩哥没钱？你推我，你推我，浩哥他推我。还是这样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我没推你，你自己踩滑了。
走吧。听说门口有人在闹事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保安室有我的人，每次沈浩出现，他们都会通知我。手腕怎么样？不疼，就是被指甲划了一下。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真推了？以你的脾气，真要推他，他就不会只摔在冬青丛里了。需要我过来吗？不用，已经处理完了。处理的怎么样？不是我推的，他自己踩滑了。真遗憾，不是你推的。浩哥，你都看到他推我了，你还要去求他吗？回去吧。这一次来的目的达到了，让沈浩看清顾清婉有多绝情。坐在冬青丛里被人围观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顾清婉真的不在乎了，不是装的，是彻彻底底的不在乎了。这比顾清婉恨我更让我难受，恨至少说明在乎。他敢推你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耗子，你怎么不去打他？他打小雪，你就站着看。妈，小雪先动的手。小雪拉他一下怎么了？耗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把婚离了，回来跟小雪过日子。顾清婉那个背影让我难过，因为嫉妒。顾清婉身上有一种我已经失去了的东西，是一个人不靠任何人也能站得很直的底气。浩哥，这个我准备了3年，3年前你结婚的时候我就买了。当时我想你娶别人我就等着你回头，现在他走了，我不想等了。好孩子，让我想想。不管你想多久，我都等。浩哥，这辈子我只等你。谁在乎呢？反正浩哥分不出来。从今天起，不需要再模仿顾清婉了。顾清婉已经彻底出局，而我秦雪等到了属于我的机会。他真的什么都不要，房子呢？存款呢？他不是很有钱吗？妈，他本来就什么都没要咱们家的，3年来他一直在往里贴。哼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她嫁到咱们家，吃咱们的，住咱们的。以后请多指教。你可别后悔。不后悔。浩哥，晚上想吃啥？小雪，咱俩的事儿先不急。我不急，你先把婚离了，其他的慢慢来。沈浩先生，这是离婚协议最终版，财产分割条款已经按照顾小姐的意思做了最大简化，你没有需要支付的赔偿金，包括之前提到的珍珠耳环损毁赔偿，顾小姐也撤回了，她只有一个条件，签字。好看吗？还行。沈先生，协议生效后，相关手续会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等等，又是她，每次这个女人出现，都会抢走所有的目光。这是什么？你3年的补偿。50万！这是我3年在你们家的生活费。你妈说过，我吃你们家的饭，住你们家的房，花了你们家的钱。3年来我算了一笔账，每顿饭按镇上快餐店的标准，每个月房租按杏山城中村单间的标准，加上水电煤气，总共是12万7千块，剩下的37万3千是你3年来的工资。你每个月8000，3年一共28万8千，奖金加起来差不多8万5。你妈说我的工资全交了家用，你的钱你自己存着，这些钱我没花过1分，现在我还给你，连本带利。50万！我在象山活了26年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我不要，清婉，我不欠你这个。你欠我3年的尊重，但那个你还不了，所以用钱。珍珠耳环的钱，律师已经撤回了，但有一句话我想当面跟你说，那对耳环是我妈留给我的，
你贷了3年，还回来的时候坏了，你可以赔钱，也可以不赔，但你永远也买不到属于你自己的珍珠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。20岁你围着沈浩转，26岁你还围着沈浩转，你的发型学我的，你的衣服学我的，连你戴的耳环都是仿我的。秦雪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是你的参照物。你恨我，是因为你没有自己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浩哥，你别这样，你说话呀！小雪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咱们家3年，我没给他买过1件新衣服。他流了2次产，我没赔过1次。他发烧那回，我让你给他带药，你带了吗？你带的胃药，他烧的嘴唇都起皮了，你给他带的胃药，我当时知道，但我没说什么，因为是你拿的。浩哥，我可能拿错了。你是根本没在意，你不是去药店买的药，你是从家里药箱里随便抓了一盒，因为你根本没把他的命当命。喂，听说你今天把50万的支票拍在桌上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周律师是我的老朋友，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从业40年没见过这种离婚案。女方倒贴50万，就为了了断。不是倒贴，是还他。他妈说我这3年吃他家的饭，我把饭钱还了以后，谁也不欠谁。周律师还跟我说了一件事，那个秦雪全程没敢睁眼看你。他今天戴了假珍珠耳环，仿品，跟我的那对很像，但珍珠是塑料的。他自己大概也知道，所以全程低着头。对了，你那条微博上热搜了。什么？我就发了2个字。就是那2个字，有人扒出了你的身份，然后有人把你前夫家的背景全爆出来了。现在网上都在骂，骂得挺难听的。知道了，我先看看。我只是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了很多年，我有什么错？顾清晚自己走的，又不是我赶走的。你永远也买不到属于你自己的珍珠。假的，连我都看得出来是假的。50万，顾家那丫头给的，她真给了50万。妈，那钱不能要。凭什么不要？这是她欠咱们的，3年吃住不要钱，离婚不要青春损失费，50万算少的。就是不能要，这钱我周一去退回去。你敢？耗子，你是不是傻？他不要的你还退回去？生了个白眼狼，50万够在镇上首付个首付了。忽然觉得这院子从来没有这么陌生过。我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学会做饭，学会讨好，学会等一个永远不会正眼看我的人。无论有没有顾清晚，我都是第2选择。我自己带。耗子昨天晚上是不是没回来？可能去镇上散心了。那个没出息的东西，50万的支票还想退回去，脑子被踢了。小雪，你别急，等耗子脑子转过弯来，周一给你做主。周姨，我有个事儿想问您。你问。浩哥那张支票放哪儿了？我怕他真给退了。还是小雪聪明，你放心，昨天晚上我趁他睡着，不对，
趁他没注意，从钱包里拿出来了，锁在我屋柜子里，他找不到。别浪费粮食。浩哥，不管你做啥决定，我都在家等你。支票在周一房间床头柜第2个抽屉铁盒里，别让浩哥退回去。知道了，你稳住他。耗子，你那个王八蛋表弟趁我不在家，50万被他拿走了。什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你那个表弟，他知道你离婚了，趁我去打麻将，来家里翻，我锁着门的，他把锁撬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张婶看见的，他拎着铁皮盒子从后门跑的，还撞翻了鸡食盆子，鸡都吓飞了3只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听说买了去上海的车票，这会儿大概已经快出省了。那不是我的钱，是他的。周一我就打算退回去的。耗子，你说啥？我说，那钱本来就不是咱们的。清婉在咱家3年，吃了多少苦，你比我清楚。你还拿他的钱吗？你晚上睡得着吗？你怪我？是我让他天不亮起来做饭的，是我让他流产的，是我赶他走的。你每次骂他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坐着，你让我说什么？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50万你不心疼，你心疼那个女人，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小雪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看她一眼，那个跑了的女人你念念不忘。够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浩哥为什么不想跟我在一起？因为我像他妈，不是那种像，是我跟他妈一样，只会让他喘不过气。浩哥，戒指我捡回来了，你扔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外，我看见了。我知道你不想戴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，我不在乎。这个戒指我替你收着，等你哪天想戴了，告诉我。爸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张叔说你今天去公司了，市场部那边的人跟我说你问了几个很刁的问题。我只是觉得他们的渠道策略太保守了。华东区的代理结构还是10年前的模式，线上渠道几乎等于0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我知道，今晚你想做事，爸不拦你，但你刚回来，可以先缓一缓。我不想缓，爸，这3年我浪费了太多时间。在沈家的时候，每天干完活我就坐在院子里发呆。如果我没走，我应该已经在公司里帮你了。你妈妈的意思是让你慢慢来，但你像我，闲不住。这是我写的关于线上渠道的初步方案，您看看。你张叔明年退休，市场部总监的位置空出来了。爸，我才回来。你有能力，你是顾家的女儿，你比外面任何人都有资格。对了，今天下午陆家那边来电话了。陆家？陆景琛他爸说这个周末想2家人一起吃顿饭，叙旧。您怎么说的？我说好，
然后他爸说景琛的孩子有个事想当面跟你谈。老顾，你跟青婉说了没有？周末穿什么颜色的？哎呀，好久不见。青婉，你小时候来我们家吃饭，最喜欢吃我们家厨子做的蟹粉豆腐。陆伯伯，你还记得？怎么不记得？景琛一放学就往你家跑，我问他干嘛去，他说给你补习数学。后来我看了你的期末成绩，我说这小子还真行。爸，菜凉了。凉不了？你等这一天等了这么多年，还在乎菜凉不凉？顾叔叔，苏阿姨，爸妈，这是我奶奶留给我妈的翡翠戒指。我妈说，等我找到想娶的姑娘，就把她送出去。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你家看到你，你在花园里摘栀子花，摘了一篮子。你爸叫你进屋吃饭，你跑得太急，绊了一跤，花洒了一地。你蹲在地上捡花，我说我帮你，你说不用，你要自己捡。那一年我就想，这个女孩真绝。你18岁那年说喜欢沈浩，我在美国接到你妈的电话，那次我喝了一整瓶威士忌，第二天照常上班。后来你结婚了，你爸给你砸碎了玉佩，你在门口打电话说沈浩，你爱我吗？我就站在你身后50米，你挂了电话之后蹲在地上哭，我没有走过去，因为那时候你是别人的，现在你不是了。顾清婉，我等了你10年，我不想再等了，你不用现在就答应，戒指先放你这里。那你呢？我等你，多久都等。不用等，现在就答应。怎么刚好？你15岁那年暑假，趁你睡着，你妈帮我量了你的指围，比那个强。那是陆景琛18岁的夏天，也是他签下信托监管文件的年月。原来他给他的后路，从一开始就包括了终点。嫂子，我想跟你谈谈，我是秦雪。嫂子，浩哥的表弟偷了你的50万跑了，我有个事想求你，那枚戒指你能不能借我戴一下，就一下。那枚戒指你能不能借我戴一下，就一下。借戒指？我连顾清婉的珍珠耳环都借了3年，还回去的时候差点被律师告上法庭，还有什么脸说借？可我还是发。不是因为脸皮厚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那种客气比骂我还难受，骂至少说明还在乎，客气就只是邻居。我以为顾清婉会拒绝，或者不理我，或者甩一句冷冰冰的话过来，但顾清婉没有，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好。老人们说茶叶梗立起来会有好事发生，这片茶叶梗已经立了好几分钟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也喝这个，再来一壶龙井，2杯。这家的绿茶是陈茶，你喝不惯的。你说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忽然觉得我就是那壶8块钱的绿茶，而面前这个女人光摆在那里就清亮透底。报警了，说是熟人作案，让先调解，但人已经跑到上海了。警察说跨省追回来得按程序走。浩哥想退给你，但他没钱退了。还有呢？还有浩哥最近不太理我，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做什么？这个女人瘦了，眼神不一样了，亮得让人不敢直视。嫂子，不用叫嫂子，我跟沈浩已经没关系了。顾小姐，我知道我没脸求你什么，3年来我对你什么样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走那天，我跟周姨说你不会再回来了，我恨不得你走得越远越好。我以为你走了，浩哥就会是我的，我真的以为。可你走了以后，他不开心，他不是那种发脾气的，他就是不说话。现在他什么都不做，就坐在偏房里盯着那面镜子。我做什么菜他都说好，但他吃2口就放下了。你走之后，他从来没看过我一眼，不是那种不看，是他看我的时候，眼睛里没有我了。以前也没有，但你不在之后，我特别清楚，他眼里从来没有我。现在我知道，我输的比你还惨，你只输了3年，我输了16年。那枚戒指
你为什么想借？因为我想要一枚他愿意戴的戒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不戴戒指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他不喜欢你。你送金的银的他都不会戴。你追着他跑了16年，从10岁追到26岁，他结婚你追着，他离婚你还追着。你以为顾青野是敌人，把顾青野赶走你就赢了，现在顾青野走了，你赢了吗？你没有赢，你只是发现你连对手都没有了。50万的事我会让律师处理，你让沈浩不用还了。秦雪，你发型学我，衣服学我，你连求人都是求到跟你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耗了多年的女人头上，你不能自己选一个吗？我自己选的，从小到大我就只想要浩哥。那就别抱怨，你自己选的，跪着也得走完。这句话是我爸说的，我今天送给你。凉了的龙井微微发苦，但咽下去之后有回甘。手指上留了一圈印痕。那是顾清婉留下来的唯一一本，每一张都是他自己拍的。沈家的鸡，冬天的葡萄架，没有一张是他自己，因为他在这里3年，没有人给他拍过照。浩哥，我今天见了顾清婉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去找他麻烦的，我是去求他。他跟我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你喜欢过他，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对他好。没关系，你不会对我好也没关系，你对我好不好，我都会在。小雪，这一次我不是哭着走的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但嘴角在往上弯，不是开心，是释怀，承认他不喜欢我，承认16年是一场空，不是等他回头，是我自己选的。顾小姐说，她妈留给她的那枚她拿回去了，这枚是她爸送给她的，她送给你，不是念旧情，是让你记住。唐兴真的想跟你过一辈子。那时候他以为未来是好的，我也以为，可我亲手把那点期待磨成了灰。3年前他在院子里种用了一棵栀子花，妈妈说院子里种白花不吉利，让拔了。我没帮他说话，栀子花后来被鸡刨了，他蹲在花坑前待了很久。也许还能种点什么。镇上花圃买的，我不会种，你自己种。种好了给我一朵。听说你前夫的妈在村里跟人吵架了。跟谁？秦雪。有人传秦雪去求你帮忙，周翠兰知道了，骂她是白眼狼。你猜秦雪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她说我自己去求的，你要骂我，别骂她。她其实挺勇敢的，用了16年才发现自己在为一个不值得的人活，发现完之后还愿意继续活。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信托合同上签的监管人是你，但你18岁签的修改条款里加了一条，当婚姻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，信托启动条件自动触发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离婚？我不知道你会离婚，我只是害怕你那时候那么喜欢他，我怕你万一有一天过得不好，需要跑，后路要有，所以我把信托的条件设置成不一定要等到法定退休，只要你婚姻出了问题，就能提前启动。你问我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什么最坏的打算？你一辈子不回来，我替你管着信托，替你盯着顾氏的股权变动，替你照顾好你爸妈。每年你生日那天，我会让花店给你寄一束栀子花，但你不知道是谁送的。然后我等到他死，等到你老了，一个人，我再去找你。我嫉妒他，嫉妒了很多年，但我一次都没想过要放弃你。你不用等了，我不会再跑了。为什么要跟一个花坑过不去？顾清婉走了，婚离了，50万被表弟偷了，秦雪也不来了，院子里空空荡荡，只剩下这个坑。每周2、4、6晚上上课，学做蛋糕和面包。那个表情以前没见过，不是讨好，不是委屈，是一个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专注。你站这儿干嘛？路过，尝尝，不太好看，但味道应该还行。用的是你上次说好吃的那个方子。
华东区第3季度的线上渠道占比只有6%，整个行业平均值是23%，我们落后了4年。4年前电商刚开始下沉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没跟进，所有资源还压在传统代理上。当时决策的理由是3、4线城市的人不在网上买高端货，现在数据在这里，3、4线城市的线上高端销增速是38%，谁当时做的决策？顾小姐，当时的市场环境和现在不同。叫我顾总，在公司里我是顾氏的市场部负责人。顾总，当时我们的代理体系在华东铺得很深，贸然转线上会得罪代理商，所以我们选择不得罪代理商，然后丢掉了整个线上市场。去年双11，华东区线上销售额1200万，竞争对手同期是2.4亿。刘副总，您负责华东区渠道管理，您能告诉我1200万到2.4亿中间差的这将近2个亿，是被谁吃了吗？没有人知道他是在掩饰效益，还是只是在喝茶。你今天在会议上把老刘逼得够呛。他报上来的数据有一处造假，华东区去年的退换货率他写成3.2%，我让财务调了原始数据，实际是5%。爸，这个人不能用。老刘在公司干了15年，我知道，所以前3年他可以用资历混日子，但我不行。爸，这3年你一个人扛着公司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用15年前的思路拖住顾氏的步子。你张叔的退休手续下个月办完，市场部总监的位置我给你留着，但今晚公司里的人不会因为你是顾远山的女儿就服你，他们会等着看你出错。那就让他们看，我回来不是让他们服的，是让他们跟上的。你妈说周末叫景琛来吃饭，你跟她说一下，就说是你妈说的。您就不能自己给她打个电话？你有她微信，上次还给她发的年轻人要注意身体。那是你妈拿我手机发的，最后还加了个微笑表情。收。珍珠耳环，你妈妈留给你的。这又是什么？我妈妈留给我的，这一颗是你自己的。上次你修耳环的时候，师傅从耳环上拆下来一颗已经松动的附珠，我让他重新打磨了，做成戒指。这颗珠子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耳环上别的地方有破损，但这颗一直完好。我想她应该有她自己的去处。你什么时候拿到的？5天前，今天才拿到成品。你妈妈留给你的，我妈留给我的，我自己给你的，3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这算是我们家2代人都锁住了。还有你外公，他的信托我替你管了这么多年，以后也会一直管下去。这辈子没出过象贤镇几次，上次去的最远地方是跟着沈浩顾家别墅门口，还摔进了冬青丛里，丢尽了脸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自己报的名，自己买的车票，自己找的考场，站在考场门口的队伍里排队签到。秦雪下意识的想低头，但我不能。你穿这个比碎花裙子好看。我上次去茶馆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问你。你问？那3年，你在沈家那3年，浩哥从来没有护过你一次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走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是顾家的大小姐，你有退路，为什么忍3年？最后5分钟。因为那时候我以为离开一个人比忍受一个人更难，后来发现不是，离开只需要1秒，忍受需要一辈子。你想要什么？你们收银吗？我们只卖珍珠，不收旧银器。不过旁边有个打金店，你可以去问问。谢谢。这个我要1对。帮我熔成一个小坠子，能做挂坠的那种。剩下的银两打个戒圈，尺寸我自己带。姑娘，这是你自己戴过的？对。融了不心疼？不心疼，留着更心疼。院子里种白花不吉利。我拿了烘焙比赛的奖，全市第4。小雪真有出息。给你礼物。我16岁时跟你说过，我想要1枚你送的戒指，后来我自己买了，自己戴了。今天我自己融了，重新打了，这个送给你，不是戒指，是纪念品，纪念我这16年。小雪，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，以前的在是等你回头，以后的在是你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互相看得见就行。
妈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大半夜说什么？以后你别再骂清婉了，她已经不是沈家的人了，不欠我们什么。还有小雪，她现在有自己的事做，你别老拿她跟我扯在一起。我瞎了很多年，现在终于能看见一点了，但什么都晚了。周姨，下周我搬到镇上住，烘焙店那边给我提供宿舍，以后不能天天来做饭了。那怎么行？你走了谁？您自己可以做，浩哥也可以学着做。周姨，我在沈家做了10几年的饭，以前是想讨您高兴，想让浩哥觉得我贤惠，以后我想给自己做。我送你。看着窗外的这个住了26年的小镇，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路还是那条路，房子还是那些房子，但窗户上反射的阳光比以前亮。那个栀子花等开花了，给我一朵。姑娘，你这店开在犄角旮旯，不怕亏本啊？慢慢来。你家人支持不？支持的。不痒了，耳洞好了。没有寄件人名字，地址是象山镇上的烘焙店。顾小姐，这饼干班的老师说是最好的，送你尝尝。珍珠耳环的钱，第1期放在饼干盒底下了。秦雪，不是新钞，是旧票子，折得整整齐齐，有股烘焙坊的奶香味儿。谁送的？秦雪。还不错，比你上次烤的曲奇好吃。我上次烤的是你非要吃的，我说了我不会，所以我说这个不错。忽然想起秦雪在沈家厨房里给我使档子的那些年，那些画面和此刻嘴里这块酥脆的饼干重叠在一起，变成一种很奇妙的味道，不是原谅，也不是和解，是一个人终于开始自己走路之后，回头看了一眼还在路上的人，发现那个人也站起来了。走吧，今天我想吃川菜。你不是不吃辣？今天想吃，辣一下。这是景琛给我留的后路，而现在我不需要，因为我正走在路上，前面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向。以前是给人打工，现在是给自己修。就这50万不要，好好的班上着辞了，跑这犄角旮旯开什么破店？妈，你要是来修东西的，坐；要是来骂人的，改天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路过，店里有多的。你这个可以买。已经在卖了，每天烤20条，9点前卖完。店里忙吗？还行，下个月想去市里参加一个展销会，看看能不能接点批量订单。花苞有了，再过2周应该能开。开了给你1朵，记得就行。线上渠道试运营3个月，华东区的线上销售占比从6个点提升到了18个点，离行业平均水平还有距离，但趋势是对的。今年双11，我要一个翻倍。顾总，代理商那边最近反弹很大，有几个大的代理商联名写信，说线上渠道抢了他们的生意。他们说的是抢还是被抢？故事给他们的是区域独家代理权，不是永久的。时代变了，他们也该变，谁跟不上谁出局。顾总，晚上回家吃饭，你妈做了你喜欢吃的蟹粉豆腐。好的，顾董。我走。你脖子不舒服？没有。快坐，趁热吃。清婉，你林阿姨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清婉，这是景琛奶奶传下来的，上次的戒指是求婚用的，这一套是结婚用的，翡翠项链、耳坠、手镯跟戒指是一套。她奶奶说要留给孙媳妇儿。阿姨不催你们，只是东西该到她该在的地方了。我妈没提前跟我说。提前说了你会同意吗？不会。
所以没跟你说。你今天开会的时候骂人了？没有，我从不骂人，只是问了一个人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问他，1200万到2.4亿中间差的这将近2个亿是被谁吃了？他很诚实的回答了。你怎么问的？刘副总，您能告诉我吗？就这样。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以前你遇到这种事会忍，忍到忍不住了才爆发，现在你不忍了。因为以前忍了也没用，在沈家那3年，我忍了所有的事。你这个贱人！忍他妈骂我，忍他发小欺负我，忍他从来不站在我这边。后来发现，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忍只会让人觉得你好欺负，所以现在不忍了。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，谁挡路谁让开。这个我让人删了。你凭什么让人删？凭我是未来的顾氏集团女婿。你现在还不是？所以你什么时候给我转正？这一炉可颂是他为市里的展销会准备的样品，失败了就得重来。3年前我化全妆，烫大波浪，穿着碎花裙子，站在沈家院子里，但那不是我。给你留的，什么时候来拿？给你自己剪，你说了要1朵。很香，和顾家别墅露台上那棵栀子花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有些花的香气是藏不住的，隔多远都闻得到，隔多久都记得。浩哥，烘焙店下个月在市区开分店，我已经签了租赁合同。分店？你一个人？暂时一个人，以后可能会招人。顾清婉介绍了一个客户给我，是顾氏集团后勤部的，他们公司以后的下午茶点心由我供应，批量订单，每周送2次。他为什么帮你？不知道，可能他觉得我有救。浩哥，我现在不用戒指了，烘焙店的烤箱定时器一响，我就知道该做什么。以前我的人生没有定时器，围着一个人转到忘了关火，菜都烧糊了，人也没了。小雪，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以前你说每句话都看我脸色，现在你说完就走了。因为我以前怕你不高兴，现在我只怕我的可颂发不起来。清婉，其实妈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您说。那个秦雪，以前在沈家那么对你，你为什么不恨她？恨过。在沈家的时候天天恨，恨他装可怜，恨他抢我的位置，恨沈浩永远站在他那边。后来离婚了，再回头看，忽然觉得他不值得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的对手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跪在地上求别人给我一点爱。他也是跪着的人。后来他来找我说想借戒指，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选一个，他当时没回答，但后来他选了烘焙店，选了离开沈家，选了靠自己的手艺活。他借来的钱我不打算催他，但每一笔我都会收，因为这是他自己挣的。你什么时候找的这个地方？3个月前，当时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，所以先预定了，没有告诉你。3个月前，那时候我们还没……我知道，我说过，我等了很多年，不差这几个月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退了。但你同意了。这里很好，不用去别的地方看了。那婚礼呢？你想要什么样的？小一点的，只有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，不要媒体，不要那些我不认识的人。那婚车呢？头牌我自己做，不需要任何人让给我。当然是你坐，我坐副驾，给你开门。你兜里到底揣了什么？没揣什么。我看见了一个丝绒袋子。你眼妆花了。您是哪位？大
蛋糕师傅。对不起，不是对顾清婉说的，是对3年前那个穿着发黄婚纱坐在面包车后排的姑娘说的。3年前你走的时候，我把你妈的玉佩摔碎了，我说等你过好了回来拿新的，你拿过一次，那枚是新做的，你后来给了沈浩，这一枚是新的心。爸这辈子没跟你说过几次对不起，3年前骂你那句，爸今天收回。不用收回，没有您当年摔那块玉，我可能到现在还跪着。我帮你，不用，我自己捡。我等了你10年，不差这一天，但这一天我等到了。谢谢你给我留后路，以后不用留了，正路一起走。3年前我跪在地上捡碎玉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，是有人一直相信你能自己站起来。今天不用任何人把位置让给我，我身边的这个男人也不会替他发小跟我说你坐后面。这世界欠我的头牌，我自己坐回来。第一刀你先自己切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秦小姐，蛋糕很好看，栀子花标得很好。练了很久，以前在沈家，我连火都不会烧。你来的第一天，我看你也不会。我以为你撑不了几天，我花了3年才学会你3个月学会的东西。我以前恨你，恨你比我好看，恨你有钱有退路而我没有。你走了之后，我更恨你，因为你走了，他还是不看我。后来我去求你那次，我当时觉得你在嘲讽我，后来发现你说的是对的。我从来没有自己选过，从小到大，我选的只有一个沈浩，连选的蛋糕口味都是他爱吃的。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，不是为珍珠耳环，是为那个。你接受不接受都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有些话不说，可能就再也没机会说了。我接受。以前在沈家，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做早饭，你7点半过来，周翠兰会把我做的早饭说是你做的，我那时候特别恨你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恨你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因为恨你比恨自己容易。你不用再还钱，珍珠耳环的钱你记了3期，够了，剩下的不用还了。不是因为可怜你，是因为你不需要用还钱来证明什么，你自己站起来了，还钱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不缺那点钱，你缺的是时间。谢谢。不用谢我，蛋糕很好吃。以后我公司的下午茶你供应，合同回头我让后勤部发给你。